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中文。今天是2026年的4月20号，今天是星期一。好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。好，来听老师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，支持老师的工作。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油管会员。好，欢迎林子、艾云、Alexander、Mooney Peace， 还有 Hardwin。好，那么各位同学，天气开始越来越热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个有的人会开始吹电风扇，有的人会开始穿短袖的衣服，然后有的人会想要去游泳了，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夏天已经到了，对不对？林子说7月6号的机票已经买好了，要来台湾，太棒了。林子，那我们再约时间喝咖啡吧。还是你想要吃点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啊。好，蓝墨欢迎，还有春娇、Mandarin、裴静、慧君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 HSK 第4集的词汇，先跟我念一遍合同，黑暗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字合同。好，那不过呢，在台湾我们叫合约，合同我们也听得懂，但是感觉是好像很久以前的用法不过在大陆他们是用合同，台湾用的是合约，一定要记得用对，因为你在台湾讲合同，可能会有的人听不懂好，台湾讲合约，Hello Richard， 欢迎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合约呢？什么叫合同呢？合同就是双方，就是两个人，如果你要签合同，两个人要签合同 A 跟 B 两个人我们叫双方，双方就是two parties 两个人，或可能是2间公司好，都同意，他们都说好，我们可以，这个合约我们都同意我们 agree on this agreement contract， 好，协议双方都同意的协议，说明彼此就是两个人的权利跟义务。权利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权利，表示在这个合同里面你有可以享受的这个利益。什么叫义务呢？我们要尽义务，你要该做什么事情合同里面有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你要遵守的这个条件，但是你有什么样的福利跟利益这个叫权利跟义务。像我们身为一个国家的国民，也有我们的权利跟义务。国民的义务就是缴税守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权利呢？我们有言论自由，我们有工作的自由我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这些是我们的权利好，我们看一下例句。在律师的见证下，两方正式签订了合同。在律师的见证下，两方正式签订了合约。好，在什么什么的见证下，就是这个词我觉得很好，这里的见证就是有点像英文的 witness， 好，就是这个人在这里证明一件事情。那律师好，你们都知道律师如果在场律师如果在现场，他可以保证这个合同是合法的，这个合同是有效的，有法律效应的，法律效用的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请律师在身边，在他的见证下好，在律师的见证下，对，那这个合同才能说是合法的、有效的
哦。好，正式 formally 签订，我们中文可以说签合同，用签的，签订比较正式一点啊。如果你们是2个公司在签合同，你可以说签订，比较书面语啊，签订比较书面语啊，我们一般说签合同就可以了。可以，对，我觉得就像阿莹说的啊 ，testimony 啊，见证下，或者是 witness， 或者是 testimony， 见证下。如果律师在现场，那么律师就必须保证这个合同是合法的，这是律师的工作，律师的工作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我们要学一些相关的词汇哦。第一个叫签订合同，你也可以说签合同，口语里面可以说签合同啊，签合同。好，这个台湾的用法我也说一下哦，签订合约，签订合约。好，我这个英文没有改啊，太好笑了。好，那我不写英文，你们应该可以理解 ，sign a contract， 对不对？履行合同。履行合约，什么叫履行？就是合同里的条件，你要去达到，你要做到合同里的条件。比如说，合同里面规定每个月要给我3000块，那你要去履行，你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履行去做这件事情啊。好，那你每个月都要给我3000块啊，履行合同 ，do the conditions 啊。好，再来。合同期限，合同期限，合约期限，合约期限，合同期限，就是这个合同里面会说，到几月几号你必须完成某一件事情，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哦，它会有个 deadline， 对不对？这个期限有点像是 deadline 啊 ，deadline。好 ，OK， 所以合同里可能会告诉你几月几号你必须完成这件工作啊，这是它的一个 deadline 啊。履行合同哦 ，Mandarin 说我从来没有履行合同，是这个履哦，这个履行就是去达到、去实践合同里的条件跟项目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哦，我们的题目。这次租屋什么的期限是半年？这题很简单哦，这题只要填2个字就可以了。这次租屋什么的期限是半年？好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租过房子？你跟房东租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签合同，合同里就会说好，那么请你先付半年的房租哦，有一些房东会要求你先付3个月或半年的房租，那这个什么的期限就是半年，表示你先付半年的钱，那你可以在这个屋子里面住半年哦。对，这次租屋合同的期限是半年，你跟房东签约的时候，签合同的时候，这个合同上面会告诉你你租房子你可以在这里住半年，那么你要先付半年的房租半年的 rent 房租所以它的期限是半年。半年后怎么办？各位同学，这个租屋合同的期限是半年，那半年过了，6个月过了之后怎么办？如果你想继续住在这间房子，那么你就要跟房东重新签约，重新，好，谁帮我打一下 ？Do that again， OK。所以你要跟房东重新签订合同，重新签订合同哦。好，半年过后你要跟房东重新签订合同。那你要履行合同里的条件或者是里面的项目，那可能合同里写说你不可以养猫，不可以养宠物
不可以在屋子里面烤肉哦等等，那这个是合同里面会告诉你的条件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好，我们这个合同哦，或我们说合约，它的量词是一份，啊，一份用份这个量词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，法律效力。什么叫效力？就是有效，在法律上它是有效的。我们可以说有法律效力，有，我们用有啊，有法律效力，它的意思就是在法律上它是合法的，你们会受法律的保障，这个合同受法律的保障，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。如果你没有履行合同，那么可能他可以把你告上法庭。哦，好，具有就是有了哦，比较书面语的表达。合同这份，好，法律效力具有合约这份，好，这份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，很好。这份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份合同是受法律保障的啊，这份合同是受法律保障的，你一定要遵守法律，遵守合同里面的条款，不然我可以把你告上法庭啊。这份合约具有法律效力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课有一点困难，对不对哦？因为我觉得合同这个字啊，是一个比较难的字哦。一般人签合同就会有很多条款或者是一些法律用词，对不对哦？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汇合同是有一点难的。法律保障哦，有法律效力的意思是法律会保障你。法律会保障你啊，你必须去对这个合同里面的权利跟义务，你必须去执行，必须去履行啊，因为这个合同是有法律保障的，它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的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下面。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每个月$2，请老师喝咖啡，成为我的小土豆。今天的课真的很难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有时候这 HSK 的词汇是有一点无聊，因为它有一些词汇太深了啊，太难了。那我们看这个比较简单的词，好不好？黑暗很简单吧？ Darkness。 好，各位同学，什么叫黑暗？就是没有光亮的状态，那你就是都看不见，因为太暗了，很黑啊。黑暗一般来说是当名词使用啊。好，那这个一般来说黑暗我们常常会用的搭配是一片黑暗，一片就是都是好，一片黑暗，所以你不要看到一片黑暗觉得它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看不到的意思，看不到，因为非常的暗，没有光，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到了一个房间，你忘了开灯，那这个时候房间里一片黑暗，房间里一片黑暗，或者更口语的表达，你可以说房间里很黑，可以，房间里很黑啊，都表示这个房间你可能忘了开灯，没有光啊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表达叫做伸手不见五指。如果你手伸出来，你看不到你的手指头，这个就表示这个房间很黑暗，很黑，所以你伸手不见五指，伸手不见五指哦。好，房间里一片黑暗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一片黑暗这个表达很重要啊。好，房间里很黑。那林子说，如果你的心很黑暗，我的心一片黑暗，
可以啊，黑暗一片或一片黑暗都可以。我的心一片黑暗，那可能你很绝望，可以这样用，可以表达你心里的感觉，你很绝望心里，我的心里一片黑暗。你也可以说黑暗一片，可以一片黑暗或黑暗一片，一片空白可能是讲你突然间你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你在讲中文的时候，你讲中文的时候，突然间你的脑筋里一片空白，你的脑筋一片空白，什么意思？突然不晓得要说什么，突然不晓得要说什么，也可以说很暗，房间很暗，这个房间很暗，很黑也可以，很暗也可以两个都对，房间很暗，房间很黑都可以好，那如果你说这个人很黑，如果你讲一个人很黑，英文是讲说什么 his skin is very dark， 但是呢，我们中文用黑这个字他的皮肤很黑，你不可以说他的皮肤很暗，你要说他的皮肤很黑那可能他是黑人，或者他被太阳晒得很黑好，月莹说，我走到黑暗的地方，我会觉得很害怕好，我们中文可以说在黑暗中，在黑暗中 in the darkness， 在黑暗中，或者你加个之中，在黑暗之中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，野猫 wild cat 或者 stray cat， 野猫一只中在黑暗慢慢向我们靠近，慢慢向我们靠近。好，可能突然间那个地方很黑，出现了一只猫慢慢向我们靠近。好，在黑暗中一只野猫慢慢向我们靠近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说一只野猫在黑暗中慢慢向我们靠近，也可以你可以先说黑暗中，你也可以放在主语后面，所以这题有2个答案。在黑暗中，一只野猫慢慢向我们靠近。一只野猫在黑暗中慢慢向我们靠近，都对2个都对。那你会被这只野猫吓到，还是你会去摸它，去撸它？好，我应该会去撸它，我会去撸那只猫，因为我很喜欢猫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题。好，我们有一个词叫怕黑，怕黑 ，afraid of darkness， 这个中文要怎么说？怕黑，一定要记起来。你怕黑吗？各位同学，有的人很怕黑。如果这个房间没有开灯，他不敢进去特别是小孩子，他们很怕黑，对不对？好，怕黑就是 afraid of darkness一定要记得这个表达。你不要说他很怕黑暗，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这样去讲话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讲话，你就说他怕黑就可以了好，李躲在棉被，小女孩她很怕黑。好，一般来说小孩子特别怕黑你怕黑吗？有的人觉得在黑暗中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有的人很怕黑好，小女孩躲在棉被里，她很怕黑。小女孩躲在棉被里，她很怕黑。好，答对了，非常好。怕黑好，那如果你怕黑的话，记得开灯或者有的人喜欢点蜡烛也可以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到这，我们学到了黑暗，还有呢，还学到了合同。
那我们下一次上 HSK 第4集的词汇的时候，我们再多教一点关于黑暗这个词，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用法啊。对，有的人会点蜡烛啊，点燃蜡烛比较书面语一点，一般口语都说点蜡烛就可以了，点蜡烛啊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，晚安喽，拜拜。